给我瞄准了打！现在有一支架。比方便还猛数倍的中国小将终于出现了，彪悍打法和无坚不摧的重拳重腿，在擂台上全程将日本冠军往死里打，不留情面。擂台上只传来隐隐约约的杀猪惨叫声。如此精兵强将，就是军人拳王周志鹏的大弟子周兴。周兴在台下不仅仅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训练，还成功将自由搏击传统武术相融合，创造出自己独特且刁钻的擂台打法。并且上台之前，周志鹏就给周兴下达了严峻命令，只有成功击败今晚的日本选手，才算完成出师任务。而接下来出场时，张牙舞爪、戴着兜帽的家伙不是别人，此人正是来自日本的空手道冠军真边健太。也不知道真边健太有多久没有洗澡打扮自己了。一旁的观众和举牌女郎见到他都捂着鼻子，直呼一阵恶臭。原来这家伙打比赛想来都有着独特的习惯，那就是坚持1星期不洗澡，试图让自己浑身汗臭，那样在比赛中才有机会熏晕对手，增加获胜机会。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周兴的表现究竟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白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周兴，黑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真边健太。比赛刚开始，两位选手就展开了激烈的拳脚对拼，尤其是真边健太仗着空手道冠军，完全没有把周兴放眼里，竟想使出引以为傲的空手道技术压制周兴。好歹周兴也是经受长年累月的搏击训练，自然在比赛中周兴打得得心应手，无所畏惧。而这个周兴是身高是1.70米，而日本的真边健太是26岁，从身高传染上正要比他高些，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选手的打得有很有粘性，就是他抗下能力强，防守能力好，这是他一个特点。而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双方的火药味就非常十足啊，尤其是真边健太。我们看到周兴打得很沉稳，周兴这个年龄和他在场上这个表现要不同，就是要少年老成，非常漂亮。你看这个周兴的这个拳法的一种变化。今天这场比赛很有看点，很有看点。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台真边健太啊，从我们拿到资料来看，他以前在日本练过空手道，有过空手道的基础。漂亮，一高边上头。自从比赛开始的一刹那，真边健太就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无时无刻不想逼近周兴的内围实施压制。对此，周兴也选择了较为稳妥的战术打法，无论是中远距离还是内围拼拳，周兴都打得很保守，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盲目的和真边健太拼拳。毕竟这可是3回合比赛，周兴也得适当保存体力应对后续回合。这个周兴主要通过的进攻点是通过正面，我不管我上高，包括我后手的之前打击都这样。而我们也看到周兴的这个拳法的线路，它是上高加后直。而且在加强拳法进攻同时，还有一些腿法的扫击动作，作为一种过渡，主要进攻手段。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日本的真边健太开始打反击，只要你周兴把进攻节奏放慢，我就打反击。目前在场面上，现在是红方选手周兴占据绝对一种优势，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的真边健太，他这个反击是非常好。右拳控制，飞膝。我们看到这个周兴的飞膝，他是加助跑的原地的，一会里面倒计时，哇，一个超手拳，真边健太，点杀，又一个飞膝动作。比赛来到第2回合，经过与老师周志鹏商量好比赛对策之后，周兴决定转守为攻，开始对真边健太发起猛攻。仅仅一个刹那间，真边健太就被周兴放倒在地，这也说明周兴完全有 KO 真边健太的总体实力，只不过碍于体力储备问题，周兴才没有认真发力。接下来的比赛，真边健太将会承受更凶猛的毒打，火力很猛。在第2回合比赛里面，现在周兴有意识把比赛节奏控制，因为第1回合冲得太猛，我们担心他的体能的一种消耗。但在第2回合比赛里面，开局周兴打得非常漂亮，又是后高边上头，原地飞膝，这个正方控制。在这个第2回合比赛里面，现在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仍然采用他第1回合的那种战术，
啊，你在你这个冲锋情况下，我防守，但一旦你节奏放慢之后，我打反击，加强我的一种进攻的。我前高往上头。我们看在这个里面，在后方的周星还用技术，同时前后高扫控制对方的头部的打击。而在第二回合里面，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真田健太也有意识的加强自己的对对方一扫的一种杀伤。他现在不是一味的进行一种防守，现在这日本的真田健太，他的反击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好。到目前为止，真边健太精准命中的次数寥寥无几，这也导致双方选手的比赛点数差距越来越大。真边健太还想继续对周星发起主动进攻，然而周星早已将对手的比赛节奏完全拿捏，只要接下来的比赛周星继续按照这个比赛节奏进行，不说能够100%KO 对手，那也完全可以在比分优势的情况赢下比赛。空间有梦升上来，我们需要一轮掌声送给两位。我们现在看到周星这个圈内的组合打得很轻巧，在这种节奏的这种控制上，现在周星控制一种掌握了一种绝对的主动。而这一回合，第二回合，周星要比第一回合打得更加的稳健，就打得很清晰，强调这种有效感。然后裁判慢慢告诫这个周星，你的扫击动作应该再高点啊，刚才有了挂给对方裆的这种线，另一种口头的告诫。当然，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双方的进攻的节奏都在放慢的原因，都是双方体力有点下降。我们看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你就看他的全体的一种组合，还是很有杀伤力。第二回合结果，比赛来到第3回合，这回合周星将自身攻势发挥到极致，目的就是打算在这回合铃声敲响之前结束战斗。然而真边健太这家伙虽说实力不怎么样，但是抗击打能力异于常人，被多次的击倒，非但没有让真边健太知难而退，相反真边健太还因此如同打鸡血那样亢奋。一个是飞机，我想看看后台给这个真边健太进行了强攻。刚才那个周星的飞机非常的准确，因为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高是1.62米，而这个周星身高1.70米，比对方高出有8公分，有这种身高优势，所以对方在这个地方进攻任务，飞机进攻还是很奏效。这样的话，周星的这种优势就更加的明显。当然，现在周星利用这种拳法一种控制，张国嘉后置。这种场面上是日本的真边健太在控制周星，因为周星的体能下降非常明显。还有最后的10秒，周星坚持住。毕竟在第3回合比赛里面，红方选手周星曾经用臂重击过真边健太，被他强毒。全场结束，这样的话就应该赢得这场比赛的。最后公布比赛结果，周星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周星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